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小拇指的形状，看你一生财运。上一期我们讲了小拇指的长短，其实小拇指可以探究的还有很多，比如小拇指指尖形状。指节长短，不同指节的形状长短都会对一个人的表达能力有不同方面的影响。今天我们就来展开说一下。一、小拇指指端形。一、圆，社交能力好，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强，人际关系好，善于理财与管理经营，善机变。二、尖，为人心思细密，反应敏锐，才智和应效能刀读，但古意偏回采立面，所以更适合在某个领域进行研究。同时性格容易钻牛角尖，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也会犯轴。三、方，学识丰富，做事踏实务实，与人打交道比较实在，讲信用，重责任，沟通能力、思维、应变能力都比较平均。二、小拇指的三段指节。一、第一节最长，小拇指第一节代表语言表达天赋，第一节最长的人，观察能力强，语言表达能力极佳。这类人最适合做服务性质的行业，不仅嘴甜会说话，和周围人的关系也能处好，友他们作为恋人、朋友，表达赞扬、爱意的话也会不吝于口。二、第二节最长，小拇指第二节代表知识深度，第二节最长的人，思想有深度化，虽不多但有说服力，句句在理，很能让人信服。这类人不论是从事医学、科研还是涉及政坛，都能有所成就。三、第三节最长，小拇指第三节代表社交沟通能力，第三节最长的人，语言表达有技巧，与人交际知人心，懂方法，能言善道，喜欢讲道理，擅长辩论。这类人最适合做公关和营销，能很好的将产品或自身推销出去。三、小拇指长指。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仔细观察，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许多成功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即他们的小指长度通常会超过无名指的第一指关节。这种特征的人，他们的思维通常非常敏捷，手法灵巧，擅长细致地观察与分析周围人的言行举止，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时，这种能力尤为突出，使他们能够在社交场合中显得更加得体与自如。在传统相术中，小指被视为代表交流和沟通的能力，因此拥有较长小指的人通常具备强大的沟通技巧，这使他们能够在与人交往中更加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。他们的这种沟通能力不仅帮助他们在商业场合中取得成功，也让他们在私人生活中能更好地维护人际关系。这类人在社会上通常行走自如，能够凭借他们的社交手腕和敏锐的观察力，在各种环境中取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。正如俗语所说，他们很吃得开。这不仅因为他们出色的交际能力，也因为他们能敏感地捕捉到社会动态，迅速适应各种社会环境。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在沟通和交流方面的天赋与努力。四、小拇指短小，小拇指对比无名指第一指关节过于短的人，个性率真、单纯、无城府，凡事都喜欢率性而为，虽说话办事经常思虑太少，但也算活出了自己的风格。这种人为人仗义、耿直，对朋友能两肋插刀，所以身边往往朋友虽少，但都是交心的朋友。小拇指短的人不太适合自己创业，但能在贵人的朋友的帮助之下取得不错的生活。五、小拇指与无名指。小拇指通常代表的都是一个人后半生的生活状态，而无名指代表的是配偶及感情生活。小拇指与无名指并拢，没有缝隙的人，通常在后半生能与伴侣过上安定、幸福的生活。反之，若是有缝隙的话，夫妻两个人肯定经常吵架，
甚至有中年离异的风险。6. 小拇指颜色。健康上来说，小拇指苍白，通常都有消化系统的疾病。小拇指红中带青，多是肾虚、元气不足的表现。小拇指青筋毕现，多是泌尿系统不畅。7. 小拇指的指纹。1. 小拇指有晕约纹。晕约纹是指小拇指有1条或者2条直纹到达第1指节。有这种纹路的人是上帝的宠，因为他们赚钱的本事超群，年纪轻轻就获得了不菲的财富，因此剩下的时光都是一边在享受，一边在奋斗，生活过得很惬意。这类人到了中老年也运势极佳，子贤孙孝，儿女绕膝，尽享天伦，富贵又安康，且后代卓有成就，不用为子孙前途担忧。2. 小拇指有侧纹。小拇指的直纹超出2条，也就是相理中常说的侧纹。有这种纹路的人聪明能干，事业有成，但是这种人通常野心勃勃，不甘心落于人后，即使他们已经功成名就，也会因为强烈的好胜心逼迫着自己忙碌辛苦，尽力赚钱。所以建议这类人要学会劳逸结合，适当给自己减压，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步入老年之后更要放慢节奏，多锻炼身体，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，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。3. 小拇指未均纹。小拇指有均纹的人性格孤僻，脾气固执，不喜热闹，所以他们一生朋友甚少，但是和子女的缘分却很深厚，可以得到子女的悉心照料，因此得以安享晚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类人很难听取别人的意见，一般自己决定的事情不太容易被改变，并且晚年性格更加偏执，子女要多关心留意，以防被人骗走财产家当。4. 小拇指为沉纹。小拇指有沉纹的人，年轻的时候事业运势不是很好，经常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，不过中年以后，他们的运势就会越走越好，早年的努力也将得到不菲的回报。晚年之后，他们运势将达到巅峰，从此大富大贵，安享清福。由于他们心地善良，待人诚恳，有着极好的人缘，所以老年之后也不会孤单。子孙孝顺，朋友围绕，加上他们喜欢旅游，懂得享受生活，所以他们的晚年过得既幸福又充实。8. 拇指又按其柔软及弯曲程度分为：1. 柔软关节的拇指，思想多，行动少，做事缺乏深思熟虑，善变，金钱方面挥霍无度，善交际应酬，与人相处豁达大度，宽宥他人，喜怒必形于色，毫不隐藏，并富于同情心，且能随遇而安。若拇指又稍微向后仰，则表示其人慷慨豪爽，出手大方，但其有判断力，因此还不至于挥霍无度。2. 拇指弯曲向后越明显，则上述特征也越显著。2. 强硬关节的拇指，僵硬挺直不弯曲，讲究实际，意志力坚定，遇事深思熟虑，小心谨慎，守秘密，做事有步骤，有所希冀，必见于实际行动，但个性强，固执，有忍耐力，喜怒哀乐不形于色。若第一节长而大，则其人之反抗性、坚定性愈强。2. 硬直稍微能扭曲者，除具有僵硬挺直而屈拇指之性格外，还具有柔软关节稍微向后仰之拇指的一些性格，即双重性。一方面表现为坚决性、反抗性，另一方面又具有宽容性、灵活性。同时，大拇指在中国古代传统手相学中，代表一个人是幼年运1至14岁，拇指的形状、长短、大小以及厚薄等，结合耳朵，可以大体知道成长过程中求学是非顺遂，身体是否健康。拇指五行属土，故主田土、住宅等不动之产。金星丘上部正位可断一个人的家宅风水，土又是万物之母，生养万物，故拇指又指父母。5. 大拇指指纹断吉凶。1. 无杂纹。
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没有杂纹的人，终其一生事业上难有收获。2. 领袖纹，大拇指第一指节上端有2条平行的斜纹，被称作领袖纹。有此纹路的人，有雄心、有抱负、有耐性、懂权谋、知进退，是领袖型人才。3. 权贵纹，大拇指指端有星纹、六纹、颈纹、金印纹地，均称作权贵纹。有此纹路的人，富贵权势两者皆可得，是极好的纹路。4. 文约纹，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1条或2条横纹，被称作文约纹。有此纹路的人，拥有过人的智慧与才华，可以凭自修而有学问，不想祖业而能自创产业，但相当劳碌，得来辛苦。5. 龙眼纹，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椭圆形的纹路，谓之龙眼纹。有此纹路的人，先天智慧超人，可以在学术领域出人头地，也可以在从政之路上平步青云。如五官再配合得当，主大贵。6. 偏财纹，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网状纹或纹状错综复杂的纹路，称为偏财纹。有此纹路的人聪明灵敏，反应敏捷，容易经由投资或经商而获取财富。网状纹靠近第一指节会发达得早，靠近第二指节则会迟些。此外，大拇指第二指节下端外侧有1条或2条小横纹的，代表可以拥有非常美满的姻缘，配偶内外在美均佳，个性优良，工作能力强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